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罗致政委员、陈婉慧委员、陈凤馨小姐、江启臣委员、万美玲委员、游淑慧议员。好，那么拜登证实了因为他们在印度的这个 G20 的峰会呢，因为习近平没去了，所以拜登说我希望他去啊，习近平还是没去。但是他们的总理李强去了，所以有碰面在场边一定很多的碰面机会嘛。那么他当然讲了，就是说这个跟李强有一些意见的交换了。不过他特别讲到说他认为了中国的经济最近不好嘛。他说这样的话呢，他说有人就认为说经济不好会不会靠打台湾呢来提升他们国内的这个稳定度？因为很多国内不稳，就用打外面了来提升国内的声望啊等等啊。那拜登认为不会。说呢会降低台海爆发战争危险，而且呢，大陆的能力没有以前强了，以前中国能力很强，经济很强，现在经济弱呢，他这个能力也不足了，这是拜登讲的啊。那另外呢，习近平最近要求共军要全面提高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啊。那部队就是要打仗嘛啊。那另外呢，大陆的智库说呢，印度的 G20 峰会呢。是夹带地缘政治私利啊，因为习近平没去，所以你们这些印度啊、什么美国啊，想自己搞啊。那也有人分析说，印度是最大赢家，因为是地主国嘛。说习近平缺席像开枪射自己的脚了哈。那意思就是说，中国让印度因此这个会议反而提高了印度的这个国际地位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李强因为也是在G20 见面，李强跟意大利的总理这个他们会晤哈。那意大利媒体是说呢，意大利呢这个总理告诉李强是他们想要退出"一带一路"，可是会后呢他还否认，他否认，他说我没有这样讲啊，没有这样讲哈。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哈？那拜登说这个因为拜登没有参加 G20 的闭幕，就立刻飞到越南跟越南的这个共产党头子见面。那拜登还讲说，美国跟越南靠拢。并不是要遏制，也不是要伤害中国。我们看一下。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 G20 的峰会上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梅洛尼告诉李强，意大利计划退出"一带一路"倡议。che in questi anni non hanno fatto parte della via della seta e pur tuttavia sono riusciti a stringere con la Cina rapporti più vantaggiosi di quelli che a volte stringevamo noi, per cui il tema è come garantire, indipendentemente dalle scelte che noi faremo sull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e continuare a garantire un partenariato che può essere vantaggioso per entrambi. 由于意大利是7大工业国集团 G7 中唯一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意大利媒体报道，李强当场试图要说服梅洛尼三思，而美国总统拜登参加完 G20 后，立刻搭乘专机飞往越南，与河内签署了协定，将两国外交关系从全面伙伴提升至最高层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并且由深化美越合作，使美国在抗衡中俄上增加一个有力的盟友。Vietnam being clos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s not about containing China, it's about having a stable base in the Indo-Pacific. 至于近期的美中关系，拜登也表示他无意与中国脱钩。We're not look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I don't want to contain China.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we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is on the up and up, squared away. Everybody knows what it's all about. 拜登和李强在 G20 的峰会上会面，这也是美中近10个月以来展开最高层级的会谈。拜登还称，习近平现在为大陆的经济忙得不可开交，他认为大陆不会借由经济困境侵略台湾。好，凤馨对拜登的这个评论怎么看？其实西方对于习近平没有出席G20有各式各样的猜测，从身体因素到国内经济因素，甚至于包括了说内部呢可能有一些不满的声音，然后有一些元老，然后痛责拜登啦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一些看法我都一一的尊重，因为我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觉得最近的局势反而显现出来，就是美国一心一所希望能够促成的，在年底的时候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从不出席 G20 开始，就开始埋了所有的这一些梗。那今年的6月中旬开始啊，我们看到布林肯，然后接下来的 Kerry 啦，然后叶伦啦、雷蒙多啦哈，那
这个美国的几个主要跟中国大陆往来的部长们纷纷的到中国大陆去，希望能够铺陈的就是旧金山的 APEC 会议当中呢，习近平能够访问美国，然后跟拜登见面。这对拜登而言，他的选举是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最近看美国的民调的话，拜登跟川普的民调就是1:1，其实就是50-50，彼此之间呢也没有谁特别领先或谁特别落后。那么如果按照拜登现在还有 Hunter 拜登，就是他的儿子的这个官司的问题来看，他的选情并不容乐观，所以他很需要有一些在外交上面显现出来，我既可以制裁你中国大陆，然后我又可以跟你有所往来，他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可是从上个礼拜9月4号，大陆的国安部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好，那过去大陆国安部其实是幕后的，很少公开发表言论。他那篇文章里头呢，提醒说要注意拜登的新两手，说过去是旧两手，那现在呢是新两手，竞争以及竞争加上了管制它的这个发展。那么他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强硬的措施，里面有一句话说，从巴厘岛到旧金山还有很多事要做，美国要拿出诚意来。所以这个礼拜《华尔街日报》呢报道了说，王毅将不出席联合国的大会，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然后改由他们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看似位阶提高了，但是因为韩正他只负责礼仪式的，他不去处理外交的事务的问题，所以他不可能去安排习近平访美的一些相关细节。所以王毅不出席，就代表没有人要去安排这个细节了。那这也就从大陆国安部到 G20， 然后再到王毅不出席联合国。我认为现在拜登急着希望能够跟习近平的期待落空了，再加上最近因为华为的这个 Mate 60 Pro 那横空出世这件事情它引发的是中美会不会进入科技战的第二波？我觉得现在美国内部有很大的一股势力。那对于拜登来讲，他左右两难，因为他要加大制裁，半导体业者不答应。之前英特尔啦、辉达啦，还有包括了这个高通啦，一起联袂的，都已经去美光拜访了这个白宫，说你们不可以再加大制裁，再加大制裁我们会毁掉。可是另外一边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已经不打算要跟拜登见面，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张，这是我觉得目前情势的发展。好吧，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 ，Financial Times 说，美国众院的特别委员会它不是有一个针对中国的特别委员会吗？会第二次举行台海兵推，上次是第一次，这次是第二次哈。那另外呢，这个共军的山东舰的这个群它不是只有舰飞机船一堆那这是好像是最靠近台湾，只有60海里，60海里多少公里呢？1海里大概1.8多了我算大概111公里，也就是说呢，它离这个俄兰比非常近了那所以要压迫，你看它等于是包围半个台湾，要压迫台湾的空域那另外呢，这个有26个攻击，13个共舰，那么歼16也在海峡中线以东这个我们国防部发布了，所以来挑衅我们那另外呢，这个专家是说这是政治示威了来，请先生怎么看？首先我们谈的兵推兵推一定都有它的目的啦，政治兵推、军事兵推，或者他那个在那个华尔街那边也兵推嘛金融兵推嘛。政治兵推跟那个军事兵推比较是想要了解说武器部署啦、采购啦或者兵力部署这些等等。那金融兵推主要是要让华尔街知道说怎么样去风险，或者是完全的降低风险所以一定有它的目的。那国会会不会在兵推？我认为这个Mike Gregg 应该是还会再做，因为他做出来新闻都很大所以他这个在共和党里面正在崛起的一个年轻的新星呢，应该会再做那至于最近这个共机扰台这些，其实这也推翻了刚才拜登所讲。拜登说中共内部的经济问题等等，所以犯台机会可能会降低。我觉得这句话两面了感觉上好像他内部有问题，但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因为要转移焦点呢？那第二个更可能的是说，这样子频繁的干扰或者是军演，它的擦枪走火的几率相对提高。那擦枪走火的时候你怎么办？这就跟你内部
经济因素其实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是你怎么样去管控这个可能的擦枪走火，会不会演变成为扩大的冲突？这恐怕是非拜登所讲的说，冲突的机会降低了哈。更何况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看到不管是绕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现象都没有减缓，甚至是更密集，然后那个穿越中线的时间拉得更长，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风险是蛮大的哈。那回到中美的关系呢？中美关系当然外交战持续啦，各自都还在拉帮结派哈。那这个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拜登为了他自己的选举，他内部有问题，就在内部的选举，所以他在对中的讲话也是说稳定，而不会去强调对抗，就是我们稳定啊，因为年底旧金山这一关太重要，对拜登太重要了。所以刚刚凤馨讲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不去？至少他可以用这个当筹码，拉高他对美谈判的筹码。就是我现在都不表态啊，所以我G20也不去啊。李强跟你讲话、跟你对话之前，我也不公布消息啊，甚至之后也没有共识啊。其实那变成是在传话了，也就是说，拜登见李强是要传话啦，主要是要传给李强说，你回去告诉习近平说，我们想要见面之类的这些等等的啊。那用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习近平他也在垫高他的谈判筹码了，因为现在美方也在出牌嘛，一下就是科技限制这个管制那个的，然后但是你又派了你的部长来，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啊？所以对中国大陆，尤其对外交部来讲，他就觉得说，我总不能一直都让你耍在手里啦，所以我也要拿一些方式来对抗你，或者来提高我的谈判筹码。所以中美这一局恐怕是最后影响整个区域情势里面关键性的因素，也就是美中能不能在旧金山会面，习近平跟拜登有没有机会在旧金山会面？我认为那是最关键的。骆文怎么觉得？其实美中的竞争这是非常清楚的，甚至有人用战争来形容了。不论是从经济、从科技，乃至于从这个所谓外交战。那这一次G20，习近平没有出席，当然他也失去一个在国际舞台再度呈现他是一个大国的一个机会。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家也是开始猜嘛。我想各界的媒体来猜，到底什么原因他不去嘛？不论是他个人的因素，或者担心国内政治的一些变化，乃至于这个外交上刚才讲的外交上的筹码的运用。但很清楚就是说，美国真的那么样的迫切的期待的，希望塑造拜登来见习近平吗？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拜登接了习近平，拜登能够示弱吗？我想示弱只会对他在国内在选举上只是一个减分嘛。所以即便他见了习近平，一定展现一个强硬的一个态度，这个对他国内才有加分。因为在美国国内跨党派的对中国都主张采一个更强烈的立场。所以，即便见了一面，只是在当面准备要给这个习近平更大的一个难堪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当然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不论是多边的国际会议一个场合，或者双边的这种对谈，不愿意给拜登这个机会嘛。所以美方当然是不是真的迫切的想要跟中国领导人见面？我认为是打上一个问号了。但另外一个值得观察就是说，中国对台的军事动作持续的增加，不论在质跟量方面，这是一个趋势，并不完全只是因为台湾内部的关系或者美国的因应，因为中国在这个区域的这种所谓军事的投射力量，早就远超过了这个所谓台海的附近了。大家知道，所以一天到晚讲中国空军然后入侵了这个我们台湾的 ADIZ， 可是大家知道，对日本的 ADIZ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突破也好，或者是骚扰也好，那个数量比我们还要多啊。所以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动作，不完全是针对台湾而来。它是要成为一个海上的霸权、海上的强权，这些军事动作持续来进行，不论量的增加或者范围的扩大，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它重点是在于我们还有相关的国家，日本、韩国、美国，是不是做好了这样一个吓阻中国的一个能力跟准备，这才是关键。对了，就是说，因为它这个 APEC 在这个美国举办嘛，旧金山吧，是吧？旧金山。所以呢，习近平一定是想我到那边去，到你的这个主场去，然后呢被你羞辱，对不对？你不可能示弱嘛，那我去干什么呢？弄了半天见面，不但没有好的结果，搞不好搞得两边关系更紧张，这是第一个了。不过我在观察，就是说全世界有史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子，以前就算美苏再对峙基本上没有什么，他们平常没有什么太多的往来，你知道，他贸易也没有什么，不像美中现在贸易这么紧密嘛，对不对？这个老中一年大陆赚美国大概40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呢，
哦，当然其中10家最大里面7家是台商了，所以台商真的很厉害啊。但不管怎么样，贸易上是中国赚美国的钱嘛，贸易上有那么密切的往来，然后现在意识形态跟军事上对抗成这个地步，这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上个礼拜哈，这个基泰啊，它这个在开发一个新的这个基泰大直啊，突然造成旁边的这个住户呢，2楼变1楼往下塌哈。那440个人呢，444个人哦，当时都不敢回家了哈。现在慢慢当然有些人回去了哈。那大家一直在批评他们说什么都不出来说明呢？哦，躲起来了，神隐了。那他董事长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有道歉，就说所有责任我都扛，然后就辞职快闪就走了啊，所以也引起大家的不满了啊。蒋万安就说啊，你这个5分钟就一走了之，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啊，不是离开的时候啊，你怎么就跑了呢？哦，那他们之所以开这个记者会，主要是因为重大讯息，它是上市股票上市公司，这个证交所就让你必须要开重大讯息，你造成这么大问题都不开。重大讯息，如果不是这样，搞不好他还不可以开记者会，还不说明呢。哦，不过股票是跌停板的哈，大家还是很紧张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李四川有说你们都没有人在，总座呢，这个他的总经理啦，在记者会上哽咽说：“我当晚在现场啊。”李四川说：“你在现场，我是不认识你啊，你也不来打个招呼，说我是总经理，只叫你们的工地主任来跟我讲，这很奇怪啊。总经理在现场。”他只有那天晚上在，以后也不见了。总经理在照理讲，你副市长这个地方，你应该赶快来讲啊，说我们该怎么处理啊，善后的，他也不出面，所以李世川说，而且出事以后电话也不接，只有那晚在现场，这很生气啊。那他的崩塌前44天说监测就出问题了，其实照理讲监测出问题就应该把这个资料报给监管处，都没报，到昨天才给资料，所以李世川说严重可以把你这个执照给你吊扣啊。那另外呢，高嘉瑜也质疑，说是不是有人护航？因为他这个设计人跟监造人都叫做王德成，这是建筑师啦。他是之前呢在台北市建管处是当科员的，公务员。那当然是后来去考上建筑师执照，还是本来就有建筑师执照，先到建管处，我们不知道哈。那反正就是说呢，大家会觉得，你这是不是因为监管处有熟人啊，所以内神通外鬼啊？平常就可以这个打个招呼啊，等等，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到底有没有门神来护航？廉政署说，台北市的政风处正在调查，看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哈。那说他4天以前超过警戒值，所以王世坚就告这有3个人说是这个杀人未遂啊。那当然也说之前有天坑，现在又防塌啊，也有媒体说蒋万安前次到上海呢，这个双城论坛是声望蛮高的，但是现在呢，要赶快解决这些问题哈，所以说警报响起哈。那当然，这个也有像许淑华等等，就是说呢，建商、球员兼裁判，这什么意思啊？就原来呢，就是说如果发生邻损，邻居去告哈，那这时候会找第三者出来鉴定，但是呢，说柯文哲的时候呢，把它改成就建商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了。问题太多了，因为台北市现在到处在盖，而且呢，这个都更啊什么越来越多。你看那个东华南路一路上多少在都更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邻损案子太多了，你们自己先去解决，能解决先解决了，不能解决再说了。苏慧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案子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程序哦。那当然，因为今年要选举，所以很多民意代表不管是乱爆料或是乱扯一通哈。像高嘉瑜说，监造人跟这个设计是同一个人，这有问题哈。监造人跟设计师本来就常常是同一个人啊，因为是他设计的，所以他要去监造，要求起造人你要按照我设计的方式去做，所以这个在实务上就是常常这样，要不然呢，我设计他起造，再找一个不相关的人来监造吗？所以高嘉瑜的这个说法让这个建筑师工会的人就非常生气哈。那至于说这个王姓科员呢，他很多
这个建管处的同仁确实后来会去考建筑师执照，考到了以后，他当然去业界工作，因为薪水差很多。但是他在这个是不是因为就可以这样扮演门神有熟人？我觉得这个政风当然去调查。可是讲到损林政策，这是林损处理规定哦，这是最大的问题。大家在讲说，怎么会交给建商、球员兼裁判？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其实第一时间我就去看我们的去年才刚修改的这个林损相关的处理规则，它是去年2月才修改的，上一次修改是10年前了啊，所以这10年经过10年没有修改，去年有一些大幅的变动，但我当时不愿意又扯到说啊，这就是柯市府里面修的，怕被人家说你这是用政治的口水哈。坦白说，我去看了很多县市，包括高雄、包括新北、包括台北哦，第一阶段都是让建商跟起造人自己去做初步鉴定，因为他还是有责任嘛。有人来告诉我说你的工地有问题了，那我就跟你讲说，你先跟你的监造人去看有没有问题。那他会送一个初步认定书到我市府来。好了，问题就在这里了。市府看了这个初步认定书以后，就直接按照建商跟起造人的初步认定书说，哦，没有问题，好，那你可以继续施工。这一点是错的。你应该看了以后，再找住户来看，说你们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意见？住户没有意见或有意见，你还是要后续继续去列管。结果我们不是，就直接按照建商的初步认定书，然后直接回对方回这个住户说安全无虞，不予列管，然后同意继续施工。那当然，这个去年修的这个规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第3步骤。但是常常都进行不当。第3步骤就是当建商提供给市府的这个所谓初步认定书，住户如果不服的话，那要怎么办？可以找第3方来鉴定，但是钱住户要先出。住户出钱去找了第3方鉴定以后，如果鉴定结果真的是建商出问题 ，OK， 这个钱再跟建商要；如果不是，住户出钱。常常食物就卡关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看到基泰大直附近都是老旧公寓，没有管委会，谁来耍逃？谁来这个收这些分摊的钱？所以到最后住户就不了了之，好吧？那就相信市府，相信建商。所以我昨天跟万安有讲说，未来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个机制，就是建商在施工前先要提拨一笔零损鉴定的保证金。那未来如果住户觉得有问题要鉴定，就直接从这个保证金去支付这个鉴定费用，不要再让建商、球员兼裁判了。因为住户等于像一盘散沙了，对，一盘散沙。哎呦，不要说什么几十个，只要有10个，那意见都很难搞在一起的了，还叫他拿钱，他不拿钱呢，拿钱要他的老命。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对于所有受到伤害的我的邻居们，也要深深的对你们一鞠躬，来谢谢你们的。对我们的支持，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10分钟内3度鞠躬，对于大直街的居民们应该抱歉，却是不断感谢，接着宣布辞去职位。我宣布辞去基泰建设董事长一职，所有责任就我一个人来负担。承诺会担下所有责任，而且不会推卸。但讲完自己该交代的，董事长眼镜资料收好，立刻起身，快步离开。大众好多话想问，却是快闪记者会。9月7号当晚，我就在现场，而且在副市长的旁边。今天上午跟副市长聊天的时候，他还跟我讲，我一直跟他报告说我就在你旁边，可是他还说，他不认识我啊。基泰总经理前一天诉说委屈，但从北市副市长李世川的视角，情况是这样。这么大的这个问题，从这个我了解到现在已经到10点，那工地就只有你们主任在这里，都上面的高层都没在嘛。他才告诉我说，我们总经理在旁边啊，然后他也没有来跟我打招呼啊，我也不认识他。而接下来基泰的操作可是让李世川超火大，才会漏话下通牒。礼拜6我要求他是不是跟他们主任讲说，可不可以请总经理我们来谈一谈，但是他就避不见面，电话也不接，所以他不能拿那天晚上说好像他一直都在那里。礼拜6、礼拜天，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来再到现场。面对大建商基泰建设，住户权益是否能否协助捍卫？只是基泰董座陈世明也被发现，曾在马英九市府时期担任都市计划以及都市设计委员。马总统怎么看前基泰董座陈世明？
马前总统没有直接回应，不过施工不慎引发民宅坍塌，基泰的过去与现在自然得受全盘检视。好吧，这个因为有议员说啊，这个柯文哲的时候呢，让这个损害，刚刚所会有讲，由建商先去协调了哈。那就有人记者去问柯文哲哈，柯文哲说啊，我很久没当台北市长了，我现在只是一般市民。我觉得柯文哲回答不好，哦，真的不好，很不好了。因为所有的将来谁都可以，比如蔡英文，如果明年以后人家说哎，能源不够了，我现在是国民啊，那也不是我的事情了，不可以这样讲了哈。你这个既然做了政治决定。哦，你就是一辈子其实都有责任的哈。那另外赵一翔就去消遣柯文哲说啊，市长保固期是不是到了？来，这个晚会怎么看？我觉得市长应该说主席昨天这样回答，其实他后面还有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说明。然后其实当时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范，刚刚淑慧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当时他在修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前后对照，不会变成就是无从比较了哈。那他昨天后面那段讲法是说，如果觉得当时的这个制定哈，现在觉得需要再重新来做检讨，他也觉得应该可以再做反省啊。我比较想讲的反而是基泰的这个整个到现在的一个态度哈，他应该是很到后面这个董事长才出来开相关的一个记者会。我想这中间有一件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基泰一开始的时候，他除了这个神隐之外，他们在发这个慰问金的时候，在这个慰问金里面夹了一张这个所谓的这个合建意向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动作哈。我讲这个时间哈，我倒是要称赞一下蒋市长哈，因为我觉得他这一次在处理的这个态度上面，包含都发局、劳工局跟法务局，他都把相关部会在第一时间召集起来哈。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921那时候的一些重建的一些事情，其实重建大家都知道非常困难哈。这个困难里面是说，等这个风头过了，新闻的风头过了之后，重建才是真正要开始的时候。所以我倒是蛮建议这个蒋市长这个蒋市府的部分哈，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的小组，在后续的一个重建上面，可以来帮助这些受灾户可以持续来做一些推进跟谈判。休息一下再回来。